搜索这个 WOOCOMMEICE，就是 WooCommerce，它这个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我们需要装上它。好，第一个默认的话就是第一个 WooCommerce，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安装人数已经超过500万了，可想而知啊，电商的话它是非常非常的火，点击立即安装。好，这个已经安装好以后，我们也同时点一下启用我的 WooCommerce 的一个设置，也就是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商插件，点击一下它，这里点击设置我的一个商店，第一次进来，那这里它会问你一些简单问题，比如说你怎么选择第一个，我们选择刚刚开始我的业务，提供一些你商店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商店店铺的名字，你可以改一下。那你是什么行业？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你这里可以随便选一个，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你的地址在哪里？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我们在中国，那你在哪里？比如说我在上海，那这里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全部填好以后的话，拉到最底部，点击一个继续。还问你要不要把这些插件安在它里面。不需要的话，我们把它勾去掉就可以了。点击继续。这个时候的话，WooCommerce 的话正在帮我们网站的话，帮我们商店的话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设置。首先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些常规的一些设置。我们点击左边这个 WooCommerce，这里有个设置按钮，我们点击一下它。网店的一个地址，那你这里需要填一下。如果你在国内的话，你填入国内一个，上面填入你的一个地址。那有风这个地址的话，只是一个虚拟随机生成的一个地址。那你销售位置，你可以选择一下，你要销售到哪些地方，你要配送到哪些地方，那你可以选一下。你可以选只配送特定的国家，你可以选择其他国家。你看这里，全球的一些国家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我这里点击配送到全国或地区。等一下，你的客户的一个地址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中国，那店铺所在的国家都可以。那也可以根据 IP 来定义位置的也可以。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下启用税率计算。那如果你的产品你要把税的话加上去，特别是如果你做的是国外独立站的话，启用税率的话，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你希望的话，把产品的一个税的话直接加在产品上面来，这个还是可以的。然后这里的话，启用优惠代码，这里我们也把它勾上。再往下面的话，就是你的一个币种货币的一个选择，可以选人民币全球主流的一个语言都可以。全部上面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记得点击一下保存更改。这里的话，你的设置已经保存了，这一步已经完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产品这个页面，产品这个选项，这里我们来一个设置一下，我们把这个占位符图片改成8吧。这会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计算方式，我建议大家选克，因为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你这个运费的话，它会精确到克，因为它关系到你的一个成本，所以这里我们选择一个克。这里尺寸我们选厘米，这些都可以其他的话保持一个默认就可以了。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所有设置好以后都记得点击一下保存更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税，税收这一点的话。如果你做的是一个跨境电商设计这个地方一定要设置好。那如果你做国内的话，这一点你可以忽略。那我们点击这个标准税率，这里点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来设置一个相关的一个税。比如说我们这里点击一个国家代码，这里的话它会给出我们一些不同国家的一个代码。这里的话，它给你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话就是一个 CN，比如说我们美国的话就是一个 US，比如说我们要设置一个美国的一个代码，我们点击这里插入行。第一个的话，比如说我选择一个美国 US，它的一个省区的一个代码，这些后面的话如果不知道，我们可以来搜索。那我们打开 Google，我们搜索这个 TXGAR 税率美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网站，点开一下它。那每一个，如果你要换一个国家的话，你就把后面，比如说改成加拿大，改成法国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就可以来到一个，你看这是美国的一个税率，它每一个地方的话，它的一个税收都不一样。比如说加利福尼亚是7.25%，纽约的话就是4%，你看这里每个地方它都会有点区别。税费名称的话，那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叫一个定值税。标准税，我们的一个 CA， 加利福尼亚，省级的话就叫 CA。那税率的话，我们看加利福尼亚的是7.25%，
7.25我们把它加进来。这个配送的话，我们把这个勾给去掉，全部设好以后的话，如果你还可以增加下一个，比如说 US 后面的话，你可以比如说纽约4%，纽约是 NY，这里的话我们是你4.00加2位吧。税的名字你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更改。那比如说我还可以在下面加一个 US， 来看一下华盛顿 WA 6.5，税的名字后面的话配送勾去掉全部弄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就是一个顺利的一个设置方法。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配送。那你可以配送区域这里的话，你可以增加你要配送的一个区域。那这里的话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名称，比如说你要配送到一个美国，那我们这里选择美国区域范围，你可以选一下。那这里我们选择一个美国美国的话，这里你要配送到哪些地方你都可以先勾选一下。勾选好以后的话，这里的话配送方式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增加一个配送方式。配送方式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包邮你就免费配送。那比如说你要设置包邮，我就点击免费配送，点击一个继续。你包邮的话，你还有个要求，比如说你有没有一个，你比如说满多少包邮，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如果没有要求的话，你就直接就是一个包邮就可以，点击一个创建保存。那如果说你有要求的话，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最小订单你比如说满99包邮，那你就可以设置一个99，直接点击保存更改就可以了。那你还同时可以增加，比如说其他一个配送的一个方式，点击增加。比如说你不是免运费的，你要设置一个统一的一个运费的话，点击第二个统一费率，点击一个继续。那买一个的话，它的运费是10块钱。那如果他买的是2样东西呢，那后面就要重新设置一下，比如说$10，后面加上一个乘以后面加上个 QTY 的话就是乘以它的一个数量。它如果买多件的话，系统的话就会跟它自动的多计算几个运费。我们点击一个创建保存。那如果说有时候我们不同的产品的话，你可能会运用不同的一个运费，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个配送的一个类别。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比较轻，那我们运费设的比较轻。如果说我们电视机比较重，我们可能收比较重的一个运费，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增加一个配送的一个，可以点击这个增加配送方式，点击第二个统一费率，点击继续。这里的话增加一个配送的一个成本，那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配送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我们第一个类型就是一个大件 A， 那我们的一个大件 A 的话，它大件 A 它比如说包含一个电脑、电视机等等，点击一个创建。还可以增加一些比较轻的，比如说增加一个配送。小件 A 比如说就是我们的一个服装，小件 A 就是我们的一个服装。OK， 我们点击一个创建。这里的话我们来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页面，先把它关掉。这里再来增加一个配送方式，点击统一费率，点击继续。这里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大件 A， 大件 A 的话，可能运费贵点，我们是乘一个15的话加个乘号，后面的话这个加进来，括号 QTY 就是乘以这个数量，每一个都收$15。那我们小件的话可能就便宜点，小件的话我们可能只要5块钱的运费。那我们也同时乘一个数量 ，QTY 的话就是一个数量，它系统化自动算上去。其他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其他的话除了这2个的话，你比如说其他你要设置多少运费，那你都可以在下面设置一下。这里设置好以后的话，那我们点击一个创建并保存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付款，它里面的话 WooCommerce 的话它默认的加了这些付款方式，但是这些的话我们基本上用不到，那我们需要来重新安装那我们来付款方式，那接下来有风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一下。如果你做的是国外独立站，那它其实更多的话，其实需要你要支持一个，你的网站上面需要支持一个信用卡付款，或者说支持一个 PayPal 的一个付款。那我们先来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等一下的话，那我们首先来安装一个插件，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然后增加新的插件。那我们搜索一下。那我们搜索这是第2个。那我们要安装的插件是这个插件 Payment Plugin for PayPal WooCommerce， 我们就是这个插件。大家的话，你把这个图标和名字的话记对，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我们点击一下启用。刚才我们装的这个插件的话，只要是用
别人的话可以用 PayPal 进行付款。那接下来我们安装这个插件的话，就可以让别人的话用微信、用支付宝应用信用卡付款。有朋友也教大家来安装一下。我们安装的是这个 Payment Plugin for Stripe WooCommerce， 安装的是这个。那我们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记得一定要点一下启用。我们来看一下已安装的插件。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下设置。刚才的话，我们 Stripe 的话，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我们打开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个 Stripe Payment 设置，我们来设置一下它。然后点击这个设置按钮。那这里的话需要连接到你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那你直接可以点击这个链接。那在链接之前的话，首先你需要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后台。这个就是 Stripe 的一个官方网站。接下来有风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注册我们这个 Stripe 的账号，因为只有你有了这个 Stripe 账号以后，你的网站的话才能进行一个收款。那注册我们的 Stripe 账号的话，它是有要求的。首先的话，它不直接，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如果你直接注册，你是注册不了的。因为它不针对我们中国大陆开放，但是有风这里有个技巧有方法，教大家怎么样进行一个注册。不支持我们中国大陆，但是它支持我们中国香港。如果说你有香港的一个身份证，我相信大家肯定没有，还有一个香港的银行卡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注册。那如果我们没有，我们怎么办呢？首先如果你没有一个香港的一个身份证，但是你可以去办一个护照，同样可以用护照进行注册也没有问题。我们在注册的时候，地址选择香港。但是我们的一个填那身份证号的时候，我们就填入我们的一个护照。办护照的话也非常简单，那你直接去派出所办就可以了。大概办的时间的话，也就价格办护照的话也就100多块钱，可能150左右，7天左右就拿到你的一个护照了，也没有什么门槛。那你的一个银行卡，香港的银行卡怎么解决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叫做万里汇的一个工具，相关链接的话有空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在万里汇里面的话，它可以帮你生成一个虚拟的一个香港银行卡，那你只需要用你的一个真实信息先去注册一个万里汇的一个账号，进入后台的话就可以来生成。我演示给大家看一下。注册万里汇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选择这个账号类型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电商账号，点击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所有的一些真实的信息，那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大家点击注册。注册好我们的一个账户以后的话，我们来到一个万里汇的一个后台。后台的话，这里有个申请收款账号，我们点一下它。收款账号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需要用的是 Stripe， 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这个收款，我们需要通过 Stripe 进行收款，我们选择它。我们点击一个申请，你可以选择港币，因为我们注册 Stripe 的时候，我们选择港币，点击申请就可以了。申请好以后的话，它这里就会给你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那你有了这个香港的银行账户以后，它就可以来到 Stripe 进行一个注册。我们点击右上角，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注册。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邮箱，填入你的一个用户名。这里国家的话，我们这里选择一个香港，选择 Hong Kong。这里的话设置一下密码。这里上面填入你的邮箱，下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全名。邮箱的话需要你的一个真实邮箱，名字的话就是你名字的拼音，全部的话需要进行一个大写。是张三，你就是张三；是李四，你就填入一个李四。姓在前，名在后。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下一步。这个时候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个邮箱，你要进你的邮箱里面进行一下确认。打开我们的一个邮箱，现在看到我们的一个邮箱 Stripe 发过来邮件，点击这个确认一下。这里我们需要点击这个按钮，激活我的一个付款方式。这里的话，你的地方的话还是选香港。这里类型的话，生意的一个类型，我建议大家选择一个个人，选择这个。点击一个继续。第一个是名，第二个是姓，这是邮件地址。这里正确填入你的一个生日。这里的所有的信息的话，大家都要如实的填写。你的一个地址，我会选择一个香港的一个地址。你是九龙香港的都可以。下面地址的话全部要填写完。地址的话如果没有我们可以用一个在线地址生成器来生成一下。我们打开 Google 搜索香港地址生成一下，或者你直接找个第一个吧，点击生成。你看下面的话它会随机帮你生成。比如说我们选择九龙，点一下它九龙，然后把我们的生成好的地址复制过来。填好以后，这里电话号码的话我们选择一个中国。
这里面选择中国。后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手机号，一定要填真实的一个手机号。那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护照的一个地址，因为等一下它会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认证，这里的话一定要填。那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继续，选择你商业的一个类型，你是做什么的？你按实际上填，我们点击，比如说我选择第一个软件，这里的话需要填入你的一个网址，你可以把你刚才申请的域名网址填进来。现在如果你暂时没有的话，你可以先随便填一个。你的一个生意类型，你可以介绍一下你是做什么的。填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继续。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收款的时候显示的一个名字这里就是比如人家在你结账付款的时候，它会显示的一个名字。填入手机号继续。这里的话就要填入你的一个银行卡的一个信息。因为我们刚才的话已经用万里汇的话申请了一个香港的一个账户，我们点击这个店铺管理，那这里面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香港的一个收款的账户。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详情它会显示你所有的一个账户的一个信息，可以点击这个查看一个账户的一个详情这里的话它会显示所有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账户信息。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它里面根据你的一个实际情况填进来就可以。填进以后点击一个继续差不多后面的话都非常简单了。接下来的话要叫你设置一个2步验证。那这里的话你可以使用一个 Google 的一个验证器来进行也没有问题。那你可以设置一个安全的一个密钥也可以，我们点击这个，或者说你点击这个使用短信也可以。短信的话你直接填入你的一个手机号就可以了。我们这里点击这个使用一个安全的一个，我们这里使用手机号点击这个，我继续想使用手机号这里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手机号，点击一下确认就可以了，继续点击继续就行了后面的话都非常的简单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后台。你第一次进来注册以后的话，等一下的话它还会叫你扫码扫一下脸进行一个实名的一个验证你根据它的要求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只是测试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给打开这样的话你正在使用测试数据，那它不会真的扣钱。这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余额，那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设置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付款，大家可以点一下付款这里有支付方式，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它这里支持银行卡，支持 PayPal， 支持 Line， 还支持微信支持支付宝付款任何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册这个 Stripe 账号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支持我们的一个微信，支持我们支付宝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全球的一个独立站，全球的一个商店的话这些支付方式非常非常的重要。前期的话你可以把这个测试模式打开当你的网站的话真的运行好以后，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个测试模式关闭。我们这里模式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测试，我们选择这个测试如果真的上线的话，你就可以选择上线的话你就选这个同时的话这边的话我们也把这个打开，测试模式的话也把它关掉。然后这里点击连接到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账号，点击连接。好，这里我们选择按连接。好，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密钥还有我们的这些东西的话，它会自动加进来说明我们这个已经测试好。我们这个一定点击上线，点击一个保存更改，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付款。因为我们刚才还装了一个 PayPal 这个插件，因为我们的网站的话可能有时候国外的话 PayPal 的话使用率非常高，就像我们中国的一个支付宝一样。我们点击它，同样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的 PayPal，点击这个设置。如果你要进行一个 PayPal 付款的话，你首先需要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户如果你真的要做独立站需要一个企业的一个账户，我们首先需要注册一个 PayPal 的一个企业账号。那当你有 PayPal 的企业账号以后的话，你同样点击这个按钮，点击一个连接你里面点击一下同意就可以了。连接的时候，你能用你的 PayPal 企业账户登录一下，授权一下这个时候你看你的一些所有的关键信息它也被加进来。加进来以后的话，点击一下更改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 PayPal 支付，我们的一个 Stripe 的一个支付，我们的一个微信支付所有的话差不多就已经设置好了相关的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打开相关链接去注册一个相关的一个账号。我们点击这个 WooCommerce， 这里有一个付款，我们现在点一下顶上这个付款。我们这个信用卡付款的话，记得一定要打开
比如说你要支持苹果付款，那也可以把它打开。那 Google Pay 的话，支持你也可以把它打开。这个的话，它是基于我们的 Stripe。当你只有了 Stripe 账号以后的话，你这些 Focus， 当你有了 Stripe 账号以后的话，你这些方式都可以打开。那这里是我们的支付宝付款，你可以把它打开。那最后的话是我们的 PayPal 付款，那记得大家把它打开。这是我们的微信付款，把它打开。全部设置好以后，点击一下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账户和隐私。那这里面的话，一定要勾上允许客户在没有账号的情况下呢，要勾上允许客户在结账的时候登录现有账户也可以。这里允许客户在结账时候创建账户也可以，允许客户在我的账户上创建，这些都可以。这些的话都把它勾上，这两个的话可以先把它不要。设置好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这个高级我们再来设置一下。高级的话，这里用户协议的话，我们可以来搜索一下，因为刚才我们不是建了一个隐私政策的一个页面嘛？我们搜索 PRI， 这里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一个隐私政策这个东西的话，在法律在国外的话，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那个加进来。设好以后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当我们的付款方式设置好以后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增加产品。现在的话，我们的网店里面还没有产品，现在网店只是完成了一些基础的设置。接下来我们需要增加产品。我们点击这个产品，点击这个新增。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名字。比如说我们要卖这个太阳眼镜，那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的亚马逊上面的一些标题。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把这个标题的话复制过来。那这个标题的话，你可以自己写。当然的话，你也可以参考别人的一些写法。对，我的叫做女士太阳镜。下面的话写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些简单一些描述。那你可以下面的话就是一个产品的描述。里面的话，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价格。比如说我们的平常卖的价是99，你可能优惠价显示的话就是一个89。那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个活动结束的一个时间，那你这可以设也可以不用设。状态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税包含进去。如果在做独立站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税的话直接包含进去。税率的话，你可以选择你刚才我们设置的一个税，也是我们选择这个标准。产品的一个简单描述的话，那你也可以在里面加进来。右边的话，我们可以来增加我们产品的一个照片。那我们点击这个设置产品的一个图片，那可以把我们所有需要的一些照片先传进来。你直接点击这个上传就可以了，把你电脑上的选择你电脑上的一些你已经做好的一些产品图片，已经全部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选择一张我们要作为一个主图的一个照片，比如说我把这个的话当做我的一个主图，点一下它，这个设置为产品的一个图片，作为产品的一个主图。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设置产品的一个相册图片，因为的话我们还需要多张图片的话进行一个展示。比如说这几张，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一下它，可以进行一个多选。这里的话我就选了3张，点击一个增加的相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加进来了。这里的话我可以设置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分类，我点击这个增加分类。比如说我卖的是一个太阳眼镜，我可以设比如说男士太阳镜。那比如说我还可以有女士太阳镜、儿童太阳镜，那等等。比如说我这款是一个女士的一个太阳镜，我就选择一个女士。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产品的标签，比如说我这个是太阳镜，也可以把它加进来。女士太阳镜跟你产品有关的一些标签，那你都可以加点进来。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固定链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编辑。固定链接的话，我建议大家最好用一个英文的，因为中文的话它显示的比较长。粘链接来点击个确定，链接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发布好以后，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我们点击这个预览更改，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预览页，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页面。这边的话，你看放上去它有一种放大的一种效果。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些其他的一个，下面的话有多张图片我们都可以看。它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图。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入购物车进行购买。这里的话显示一个分类，这下面显示标签，那下面是我们产品的一个描述。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产品的话就制作好了。那我们还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个产品，我们点击全部产品，
那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个产品，我们可以快速的上传更多的一个产品。我们点击这个复制，标题的话我们肯定稍微要改一下，标题的话我们也改一下，女士，比如说女士偏光太阳镜。那里面的详情页的话，这里你都可以改。右边的照片的话，我们最好把它换掉，点击这个删除，把它删掉。我们再增加一个新的一个产品进来，点击设置为产品。下面的一个产品相册的话，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叉，把之前的话给删掉，点击这个增加产品相册，把我们新的产品的几张图片按住 Ctrl 键，我们进行一个多选，把它加进来。这个产品图加进来了。那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有几个颜色，有红色、黑色、白色，那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那这里的话，我们点击我们点击这个可变产品它就是可以设置我们多个颜色。那这话在加颜色之前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设置。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一个属性产品这里有个属性，我们点击右键，然后在新的窗口打开，点一下它。在属性页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设置，比如说我们第一个叫颜色，后面的话这里选择分类，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个颜色，排序的话我们选好，这设置好以后的话，点击一个增加属性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类别。类别的，比如说你有红色，那这里的话你可以选择红色，比如说红色，点击增加新的颜色。那你可能还有绿色，那这里的话同样我们选择一个绿色。以此类推，把我们需要增加的颜色的话全部加进来。除了颜色，有时候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尺寸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属性，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尺寸的选项进来。把名称改成一个尺寸，下面的话我们可以改成这个尺寸，点击这个，还有点击一个增加属性。尺寸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设置一个类别。尺寸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大号、中号、小号，那这些的话你可以进行设置，增加一个新的尺寸。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个小号，点击增加尺寸。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品属性增加好了。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产品页面，我们先点击这个保存草稿，保存一下。保存好以后的话，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里有个属性，选择可变产品，先选可变产品，我们选择这个属性。属性的话，这里新增的话，我们这里搜索一下，点击这个颜色吧，我们先加颜色进来。颜色进来的话，我们选择全部，就点击这个选择全部，点击一个保存属性。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尺寸进来，比如说我们还有大号、小号，点击这个尺寸。这里也是选择全部。那如果你只要一个，你就选一个，你就选两个，也可以点击选择全部，也可以点击保存属性。这样我们的一个颜色 SQ 还有一个尺寸的 SQ 就设置好了。我们点击这个变量，点击变量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生成变体，点击 OK。这样的话，我们的比如说红色大号、绿色小号它这里自动就帮我们这个 SQ 的话，你看这里可以选了黑色、绿色、红色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这里可以点击增加价格。如果你价格统一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设置一个统一的价格。我相信如果你有一些大号、小号它可能价格的话它是不一样的。我先点击这个保存更改。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单独的价格，比如说红色大号、小号，点击这个编辑。那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这些图片，比如说红色你是什么样的颜色，你可以把你的红色的图片比如说传进来，比如说我这是红色，它的价格是卖多少钱？比如说红色卖99，促销价格89，状态的话是有货，它有多重，那你可以设置一下，长度这些可以设置一下。运费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我这小件，我就选小件的运费。税费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你要怎么收税你可以设置一下，你可以写着以负极相同也可以。以此类推，把我们后面的产品的话，把它的价格那些库存把它的价格的话全部都设置好，都是同样的点击编辑。那么这里可以设置它的一个颜色，都是一样的。全部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这个保存更改。这里库存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库存数量，比如说我设置成100个，点击这个发布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的地址的话，最好改一下，改成我们的一个英文的，不要中文的。中文的话字符太长。更新一下，改了以后点击更新就可以了。我们点击这个预览更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加进来这样一个产品，你看它的有颜色，
这几个右边是价格79到89，因为我们有大号有小号，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这里可以选择颜色，比如说我选择这个红色，红色的话有大号有小号，我们都可以选。比如黑色，黑色小号89，大号黑色我们看黑色大号89，小号你看79，对吧？这里价格就可以不一样。那下面是描述，都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独立站里面加一些联盟营销的一个产品进来，也没有问题。等一下他比如说点击了这个购买以后的话，他会直接跳转到亚马逊。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我还是点击这个产品，全部产品。那我们来复制一下，一样的复制起来，操作起来要稍微快一点。比如说我想把这个联盟营销产品加到我的一个网站里面来，很简单。比如说我先复制一下它的一个标题，这里面描述的话，你都可以把它的话这些描述稍微复制过来，稍微更改一下。这里的话，我们这次就选择外联或者说关联产品，把我们的联盟营销产品的这个链接放到这个地方来。那首先你可能需要注册一个，首先你如果做联盟营销站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账号，你可以在 Google 搜索亚马逊 Affiliate Program 进行注册。如果你做美国的亚马逊，你注册一个美国的一个亚马逊联盟营销账号就可以了。有了亚马逊的一个账号以后的话，可以直接比如说获取这个产品的一个推广链接。这上面是它正常的链接，我们不用这个链接，我们点击这个地方有一个获取一个联盟链接，点击这个 txt 这就是我们连接的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推广链接，复制一下，来到我们的产品页面，把我们的一个联盟营销的一个链接粘贴进来。这个地方可以选择，比如说你可以从亚马逊购买，卖多少钱？你看它这价格是15.99，它是15.99，这个它人家是美元。如果是你是用人民币的话，你就乘一个7左右，促销价格，比如说它是卖多少钱的，也可以填一下，没有就不填。那我们来右边的图片的话，你盖一下，点击删除产品，点击设置产品，把我们这张图的话，点击右键，你把它保存到电脑上，上传进来。好，你看这一进来，下面的话产品图你可以改一下，点击发布就可以了。上面链接的话我们更改一下，不要用中文的，点击发布。这里的话，你还可以设置一下产品的标签分类都可以。比如说我有一个蓝色的，这有磨砂，好，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点击这个预览更改，这就是我们刚才直接把亚马逊上面的一个产品直接加过来。那如果你是做联盟营销的这里的话，你看它这里就变成一个从亚马逊购买了，我直接点击一下它。它就会跳转到亚马逊这个网站里面。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购买了你的一个产品，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获得一个提成。如果你不想自己销售产品，想卖别人那个产品的话，增加产品的方法，当然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虚拟产品。比如说你要提供一些服务，你是律师，那你提供一个咨询服务，那你每个小时，比如说律师咨询收个300，收个500，那我们也可以增加了。有空教大家来制作一下。首先我们需要一张照片。同样我们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点击这个复制。上面的话标题的话你就可以更改一下，上面的话填入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字，中间填入你提供的一些服务。在下面的话我们这里就要更改一下，改成一个单个产品。这次的话我们选择这个虚拟，因为我们这个是虚拟的一个产品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199，标题我改成一个30分钟法律咨询199虚拟。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分类，叫做一个虚拟产品，增加进来，把我们这个虚拟产品加进来。标签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这里标签加进来都可以。然后的话我们来发布一下，那我们点击这个预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产品没改，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图片也传进来。比如说我们提供一个法律咨询，点击更新，更新好以后我们来预览看一下效果。这就是我们把虚拟产品加进来的一个方法，那都是没有问题。这里的话直接可以点入一个加入购物车，直接进行一个结账付款就可以了。但像这种虚拟产品类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个限购也没有问题。我们点击这个库存，这里的话设置每一个订单限购一个产品，这里设置一下。那每个人的话他就只能付款一个设置好以后我们点击更新就可以了。那再来刷新试一下，那看这里的话它显示的这个数量的话就没有了，我们只能点击加入购物车。那多了的话你看那库存我们也需要改一下，
库存的话，这里是产品跟踪库存数量，我们就把它去掉。好，点击更新一下，更新好以后，我们再来预览一下。好，这里你看，这里库存数量就没有了。啊，直接加入购物车，你看，你无法在购物车增加超过1件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加进来了，我们所以说加第2个就不行了，把它删掉。删掉以后，我们再来增加，因为我们设置了一个限购。啊，这个时候就可以了，直接去点结账就行了。来试一下结账页面，给大家看一下。结账页面的话，结账页面我们刚才已经配置好了，我们这里可以，你看使用 PayPal 付款是吧？这里还可以输入我们的一个卡号付款，那都没有问题。当然了，我们这个商城网站的话，还可以增加一些虚拟产品，比如说你只是提供一个下载的服务，你是销售一些素材，或者销售一些。只需要销售一些软件，你的东西只需要给他一个下载链接，让他自己去下载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你可能你是电子书，那比如说你看亚马逊上面有非常多的电子书，那这些产品的话，它是一个虚拟的，没有实物，也可以来制作一下。比如说这个产品，然后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全部产品，那我们还是复制一个它吧，复制起来比较快一些。上面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名字啊，中间的话一样的是我们的产品描述，右边的话我们来把我们的一个产品的话给图片给上传进来，这是产品图片，点击上传文件，把我们刚才这个电子书的一个传进来，点击设置产品，而下面一点这里就改一下，这里改成一个单个产品，点击虚拟，然后这里再给一个可下载啊，你这本书卖多少钱，你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卖个4.99，这里你可以增加你的一个下载的一个文件，点击一个增加文件。当人家付款以后的话，他就可以收到这个下载链接。把我们的一个链接的话，你可以直接粘贴进来，你可以选择文件。比如说这个是我们把我们的电子书文件的话直接传进来，比如说这是我们的电子书 ，OK， 点击的文件路径 URL。直接放在这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把你的链接放在这里面也没有问题。你可以先把你的一个产品的话上传到你的一个 Google 的一个云盘，或者上传到你的一个百度的一个网盘，然后在里面生成链接，直接放在这里就可以了。当有人付款以后的话，这个链接的话就会显示出来。这里右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虚拟产品。下载限制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下载的一个期限你也可以设置一下。那直接点击一个发布就可以了。好，我们来预览一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电子书的一个产品，付款以后的话，它就会显示一个下载的一个地址。以此类推的话，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个网店里面上架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产品。刚才有风已经复制了很多产品到我们的网店里面来，兄弟们的话也可以点击这个复制按钮先多上传一点产品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来。等一下我们后面的话在设计的时候的话，调用出来就比较好看。网站的话还可以增加优惠券，点击这个营销，营销的话这里就有一个优惠券，我们点击下面这个优惠券，点击优惠券以后，我们点击创建你的第一个优惠券。我们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你的一个优惠券的一个代码，那你可以手动设置，也可以叫系统的话点击它直接让系统帮我们设置也可以。比如说我们来设置一个优惠代码叫文迪10，你可以描述一下。比如说是优惠10%，那后面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下百分比，比如说我优惠10%，我这里写个10%，固定的一个优惠金额也可以，比如说你要优惠20块钱都没有问题。这里可以设置一下优惠券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日期，可以选择什么时候过期，我们这里可以填一下。使用限制我们可以点一下它，使用限制里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比如说满99可以减10%你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满299减百分之多少，这里可以设置一下。这个优惠可以应用到哪些产品里面，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或者说你想应用到全店也没有问题。有些个别产品你不想应用，你可以用排除。使用次数的话，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每张优惠券比如说每个优惠券可以使用。我们这个优惠券可以使用多少次，这里可以设置一下，每个用户的使用次数都可以设置。一般点击常规，比如说我设个100%吧，我可以优惠20%，只要输入这个优惠码，复制一下它。我们点击发布，我们随便点开一个产品，我们来测试一下。比如说我们这款太阳镜是89，我们点击这个加入购物车，然后点击把上面不要的去掉，点击这个结账，然后我们把我们的优惠代码的话复制一下它。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增加优惠我们可以
可以看到现在的价格是89，点击增加优惠，输入我们的优惠码，点击一个应用，我们可以看到优惠了10%，那也就是我们可以减17.8块啊。然后的话，你可以再点击去结算下单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优惠代码的一个设置。当然，有人在我们的一个网店里面下单以后，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 W 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在这个 WooCommerce 订单里面可以查到买家的一个信息。那这里没有，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买家的一个账单的一个信息，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地址，可以看到他的一个付款状态，比如说已付款、待付款、已完成已退款的，这里都可以看得到。我们还可以对我们的订单进行一个操作，比如说当我们这个订单处理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给客户发送一个邮件的一个收据或者一个订单详情，或者跟他发送一个其他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商店页面，点击这个商店，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商店的话，感觉还不够专业，那我们需要来进一步设置一下它。那还是我们进入这个商店页面以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自定义。自定义的话，我们左边这里有个 WooCommerce， 我们点一下它。产品图片我们再点一下，这里有个缩略图裁剪，我们改成一个自定义。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4:4，或者直接用它的一个默认的1:1，那也没有问题。我们默认用这里的话，一定要选择一个1:1。我们再点击一下返回，我们再点击这个布局，这里有一个侧边栏，我们点击一下它。侧边栏的话，我们来搜索来更改一下这个产品的侧边栏。我们默认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左边，我们点一下左，这些小工具的话就会改到我们的左边。点击这个发布一下。我们再来返回，再点返回，我们点击这个小工具，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WooCommerce 的一个侧边栏，我们点击一下它。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小工具进来。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加一个搜索框，直接搜索一个搜索，这里点击一个搜索产品。好，我们的搜索，你看这里的话已被你加进来了。继续我们来增加小工具，这时候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个价格，这里就有一个按价格进行一个筛选产品，我们点一下它。这里你看按价格筛选产品，我们可以直接拖动进行一个筛选。继续增加一个小工具，我们可以增加一个产品的一个类别，我们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分类，点一下它。那我们这边产品的分类的话，你看已经加进来了。这里的话，这里你可以更改隐藏空的分类栏，就如果你这个分类里面没有产品的话，它就不会进行一个显示。这里的话我们隐藏空。那标题的话，你可以设一个产品的一个分类，这里的话差不多设置好了，我们继续增加下一个小工具，可以加一个比如说产品的一个标签产品的一个标签云。有时候我们的产品的话，你比如说有一些标签我们可以加进来，还有就可以加一个最近浏览过的一个产品，搜索一个最近，我们搜索一个最近浏览过的一个产品列表，那就被加进来。最近浏览一个产品列表的话，我们可以往上面拖动到这个按价格筛选这个位置，来发布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加的这个功能。那我们打开一个我们首页来看一下，先复制一下我首页的一个地址，我粘贴一下，点击我的商店，我来看一下，可以看到左边的话我们是不是没进了？我们随便点2个产品，点几个产品来看一下，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产品，又看到这个产品，还看到这个产品，我们再跳转到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产品页面，你看这是不是你最近浏览过的产品的话，它就会显示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搜索，这可以按价格进行一个筛选都没有问题。下面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分类，你点一下它就会跳转到相关的一些产品。还有下面有一些标签，我们可以根据标签的话筛选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可以根据标签筛选我们的产品。我们继续。好，我们继续。那我们这个产品页面已经加好了。